努尔哈赤是上门女婿，他嫡妻哈哈那扎青为何在历史记载当中消失了呢？哈哈那扎青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嫡福晋，也是他的原配妻子，史称她为太祖元妃。努尔哈赤祖上是建州左卫的一个小酋长，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娶继，继母那拉氏十分看不上努尔哈赤兄弟，在百般虐待之后，把他们兄弟赶出了家门。从此，努尔哈赤就过上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和弟弟舒尔哈齐在长白山挖人参、采松子卖钱度日。有一次，努尔哈赤上山采参，途中被黑熊所咬伤，幸好被哈哈那扎青之父塔木巴彦所救。唐巴彦就收留了努尔哈赤两兄弟，在自己的庄园里做长工。慢慢的，这唐巴彦也注意到努尔哈赤不一样，透过贫穷落魄的表象，他看到了努尔哈赤内在的胆魄志气，还有最重要的决心。唐巴彦慧眼识才，预感到了努尔哈赤绝非等闲之辈，所以他做了一次风险投资，让努尔哈赤入赘，做了他的上门女婿。万历5年，公元1577年，哈哈那扎青与年仅18岁的努尔哈赤结婚了。努尔哈赤与哈哈那扎青结婚之后，特别恩爱，他两个人生下了3个子女，分别是女儿东果长子楚英，次子代善。这3个人在历史记载当中是赫赫有名的。女儿东果被封为固伦端庄公主，11岁时嫁给了满清开国元勋1等大臣赫赫力。长子楚英战功赫赫，曾被努尔哈赤认定为接班人。次子代善被封为和硕贝勒，为4大贝勒之首。但是你会发现，在后来的历史记载当中，却很少提到努尔哈赤的原配妻子哈哈那扎青。当努尔哈赤收服女真各部，占据辽东的时候，哈哈那扎青突然人间蒸发了，消失在了史料的记载当中。有人说，是因为努尔哈赤在有了一定身份之后，觉得赘婿这个身份非常可耻，于是他故意消除了哈哈那扎青的相关记载。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靠不住，因为从很多记载上看，努尔哈赤好像并不忌讳入赘这件事情。其实，哈哈那扎青消失的真正原因有2个，一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在逐渐汉化，学习儒家文化之后，觉得开国皇帝曾经入赘很不光彩，于是努尔哈赤的后代们故意淡化抹去了哈哈那扎青的存在，以此来维护努尔哈赤英明神武、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光辉形象。第二，哈哈那扎青的2个儿子都曾经作为储君的候选人，而他们都有后人存在，淡化抹去哈哈那扎青的存在，也就是消除了曾经嫡长子的影响，对于满清皇位的平稳传承很有必要。从皇太极只追封生母一事，就可以看出他心中的想法。尤其是活着的代善，他的家族势力非常庞大，父子几人又战功赫赫，无论是皇太极还是后世的皇帝们，对代善一系始终是非常忌惮。所以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朝后来的统治者们只能将努尔哈赤的原配妻子哈哈那扎青从史料当中抹去了。但是不管怎样刻意的避讳，却不能抹杀哈哈那扎青是努尔哈赤原配妻子的事实。毕竟满清的江山是他陪着努尔哈赤一起打下来的。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